我说过我要香槟色的玫瑰花，不是这种白色的。牧师啊，别这么担心了。县警察在天生的车子里面找不到手电筒，证人的供词又针对他，一直对他不利，一定不会怀疑到你。我们这么做，天生就被我们陷害了。难道你想他们怀疑的是你吗？你认为这么做是对的吗？我们也不想这样。也许这是上天特地安排的。我们两个只是做我们两个应该做的事吗？有什么不对吗？可能是他运气不好，也可能这个是他应得的报应。到港的那些花很容易凋谢，我想在行李的时候呢，花还是很香，所以我想在中途换花，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呢？可以的。嗯，我还以为你喜欢天生，想不到现在大难临头，你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我不想再花时间在一个完全不喜欢我的男人身上。或许我真的想通了，留在我身边的最后那个可能是你。Ken、Amy， 谈了整个下午，谈好了吧？差不多了。要知道婚礼一辈子一次嘛，当然要搞得妥妥当当，不容许出错的。Ken 啊，我呢想把婚礼搞得豪华一点，你说如果我放些干冰在台上好不好？随便。中国籍男子岳天生被控于本年6月13日谋杀中国籍女子王秀儿，表面证供成立，现实无需答辩。由于案情严重，还押拘留所看管，不准保释，有待警方做进一步调查。死者曾经跟我说过，说被告是她男朋友，可是被告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件事。我记得死者曾经为了一些感情的事来公司吵闹，也跟被告争执过。大约6点多吧，被告来我的杂货店跟我买了5个大电池，装到他的手电筒里。后来他就进村找死者，一直到8点多，我打烊了，都没见过被告出村。没错，当时被告拿的手电筒跟这只一模一样。我当时在现场听到被告跟死者在屋里吵架，还听到被告很大声地说要打死死者。接着我在门口就偷看，看见被告拿着手电筒，好像要打死死者的样子。就是这只手电筒。被告在接受调查的时候承认拥有一只同牌子同型号的手电筒，一直放在他的后车厢。可是当我们去找的时候呢，根本就找不到，而且被告也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手电筒为什么不见了。证人，在你面前的是不是当日被告送给你的手电筒？是。当日被告送手电筒给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？当天我们打完球，我的车坏了，天又很黑，他从后车厢拿了手电筒出来跟我一块修理车子，后来还把手电筒送给我，因为他说后车厢还有一只一模一样的。后来你有没有看到他后车厢真的有另外一只手电筒呢？有。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那只手电筒是什么样子？跟这只一模一样。对不起，天生。别傻了，你只是说出事实嘛。我知道我刚才所说的话对你很不利。那又怎么样？难道要你为我说谎啊？有些事情逼到眼前，想不这么做也不行。你知道就好，别以为这样会得罪老朋友。其实我最担心的还是常喜，他为了小磊已经心力交瘁，现在我又惹出了这件事，我真担心他会支持不住。你放心，他没事的。现在的常喜比以前坚强了很多。如果你还不放心的话，我帮你照顾他，看着他，我会帮他的。谢谢你。其实要说对不起的是我才对，要不是为了我这件事，你跟周乙已经结婚了。延迟婚礼是大家决定的，包括你爸爸跟杰姨。我妹妹那么想嫁给你，会不会为了这件事情而怪我？当然不会了，她倒是很担心你。啊，老朋友见妹夫，
你以后要好好的照顾我这个妹妹，嗯？相信全家人里面打击最大的应该是我爸爸，他年纪那么大了，还要为了我的事情而操心。大家全希望你没事。如果你能脱罪的话，我心里也不会那么难受。是见了你我才敢说。其实这件事，我也很担心。天生，你懂的。万一我真的有什么事情，我的家人呢，世茂，全靠你了。你不会有事的。周宇还说，等你出来，我们搞个大型婚礼，顺便替你庆祝啊！没事的。傻丫头。他怎么样？你知不知道，刚才我根本就不敢看他。你真的一点也不内疚？没有。天生，天生啊，天生，天生。天生，你为什么就不肯带我走？为什么就是不肯带我走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喂，出来！出来啊！你告诉我，他为什么不要我？你要开口说话。你总是这个样子，你跟我那么久了，总是这个样子。我不要你了，你没有用啊！我不要你了，你走！我不要你了，我现在不要岳天生，我不要康正，我只要我自己。